说到破盾，我觉得这都已经算是米家游戏的标志了，不是开玩笑。从奔3到原神，策划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热衷于去研究各种各样的护盾，减伤盾、次数盾，还有元素免疫类型的护盾等等。原神里很多敌人也都拥有护盾，而护盾的存在会成倍的增加我们击杀敌人的难度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比起了解敌人的招式，如何破盾才是战斗中的核心。懂得合理的破除护盾的方法，才能使我们的战斗更高效。大家好，我是思凡。本期视频我会带大家了解原神里的各类型护盾以及破盾方法，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些帮助。先简单说明一下破盾的基本原理，之后我会在实例中再补充一些更深入的理论，相信这样也会更容易理解一点。首先，我们需要理解护盾是什么，它可以是一条额外的生命值，可以完全保护你不受到伤害，就像是防护罩一样，也可以是一种增加防御的抗性和手段，使你受到的伤害大幅减少，就好比是铠甲一般。当然还有像是盾牌这种手持的护盾，可以保护你某个方向不受到伤害的。原神里的护盾类型不外乎就这3大类，这3种护盾的效果虽然有所不同，但破除的方法都是有共同性的。原神中常见的护盾破除方法主要有3种，一种是官方最推崇的，也是效率最高的元素反应破盾，这也是原神战斗的核心机制之一。第二种就是最简单粗暴的，但效率低下的伤害破盾，几乎所有的护盾都可以通过硬怪伤害来破，但其效率真的非常低。第3种是最为特殊的削刃破盾，通过削刃来破除的护盾只有一种，那就是炎盾。当然冰盾的特性和炎盾其实有些类似，但本质其实是碎冰反应造成的破盾。最后关于元素反应破盾还有一个重要的知识点需要提前说明，那就是元素的克制关系。因为对于破盾来说，元素的克制关系是非常重要的。一般情况下，克制关系如图所示，水克火，火克冰，这2个大家基本上都懂。还有就是分炎2种元素均被水火冰雷克制，水火冰和雷元素之间属于平等的关系，不过在护盾上克制关系并不绝对，但基本一致。至于草元素就先不谈了，因为还没有出。当然除此之外也是有特殊情况的，就比如鱼人众的元素护盾，其克制关系就比较特殊，冰克雷，雷克水，水克火，火克冰，是自成一派的，咱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一样，反正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。那么懂了这些基本的原理，我们就正式进入实例吧。首先是木盾，这应该是我们进入游戏后会见到的第一种护盾，目前只有小丘丘和大丘丘会持有它，而且直到现在游戏中的木盾还只有盾牌这一种形式。盾牌的效果是防御即将到来的攻击，不过能防御的部分也只有盾牌大小，比如我们用大剑砍小型迟钝丘丘人，即便攻击被盾牌正面接下，也会很容易打出伤害，这是因为大剑的攻击范围大于盾牌的可阻挡范围。而像是大型迟钝丘丘人就基本能挡下大剑的大部分攻击了，因为盾牌的防御范围足够大。同时这也是为什么弓箭角色这么头疼盾牌的原因，因为弓箭的伤害范围不够大，只有一个点的大小。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，那就是盾牌会100%被动接白刃，盾牌就跟有自动追踪功能一样，会被动的接下一切攻击。远程角色是几乎打不出伤害的，而近战角色想要打出伤害，要么就选择破盾，要么就选择绕背，但由于敌人会始终面向我们，所以绕背难度是比较大的，破盾还是更好的办法。那么如何破盾呢？木盾也就是草元素，我们利用火伤攻击来破盾，效率是最高的，因为火草会发生点燃反应，而点燃反应是持续性的，会持续烧一段时间，所以破盾效率很高。当然要是你愿意，也可以用伤害来破盾，雾伤、冰伤、水伤，什么伤害都可以，但至于效率嘛，是真的很一般。看到这里时，你可能会有几个问题，为什么元素反应的破盾效率会比伤害来得高呢？既然伤害可以破盾，那么是不是只要我伤害高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做到一击破盾呢？理论上来说，伤害足够高，确实可以一击破盾，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并打不出那么高的伤害，这是因为不同的属性伤害打在护盾上时，其实都会成一个转化系数，反应有反应的转化系数，伤害有伤害的转化系数，而伤害的转化系数非常低，所以想要打出一击破盾的伤害还是比较困难的。相反，元素反应的转化系数就会比较高了。如果把护盾理解为元素量的话，那么反应破盾就相当于是在消耗元素量，这样好理解吧？所以只要我们找到合理的元素克制关系，护盾消耗的元素量自然就会变高。像是强水、强火这类强元素破盾效率也自然比弱水、弱火要高，因为其元素量会更高，护盾被消耗的元素量自然也会更高。而若是用被克制的元素去反应，那消耗量自然就下来了，效率也自然会变低。回到正题，现在我们来看炎盾。前面有提到过，炎盾是需要通过削刃来破盾的，就好比是挖矿，矿石的血条就好比是韧性值，所以我们用大剑挖取效率会更高，因为大剑的削刃能力强。而像是法师、弓箭手这样的角色，削刃能力为0的是挖不了矿的，你打再久也没用。破炎盾本质就像是挖矿，我们需要利用削刃能力强的攻击来破除，所以像是大剑、凝光的星璇等破除效率是更高的，因为他们的削刃能力强。除此之外，
钟离的元素战技破炎盾的效率也非常高，但这并不是因为钟离的元素战技削弱能力强，而是因为钟离的元素战技对炎造物有特效，可以很轻松的消除掉炎元素。单说削弱能力的话，其实算不上很强。那么伤害能不能破炎盾呢？答案是可以的，炎盾也是有伤害系数转化的。这里我用的是削弱能力为0的弓箭手，可以发现盾条确实在减少，说明伤害破炎盾是可行的。这点和矿石还是有所不同的，矿石是不能利用伤害来挖矿的，但炎盾是可以的。不过我们需要注意，护盾是会免疫同类元素伤害的，所以我们无法通过炎伤来破除炎盾，这点放在其他属性的盾上都是一样的。那么为什么我们又会感觉用炎元素攻击更容易破盾呢？其实这是因为大多数炎元素的攻击削弱能力都比较强，如果你尝试用凝光的下路攻击去挖矿的话，你就会发现是挖不了矿的。虽然下路攻击属于炎伤，但其并没有削弱能力，所以无法破盾。接下来说说冰盾，冰盾也算是比较特殊的一类盾。严格来说，冰盾的冰其实并不是冰元素，而是与水发生冻结反应之后的冰元素，也就是所谓的冻元素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用水元素攻击冰盾不会发生冻结反应的原因。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把冰盾理解为冰块，冰块，其特性自然和岩石类似。所以除了克制冰元素的火属性攻击之外，大剑这类削弱能力较强的攻击也能较为快速的破除冰盾。如何证明？这里为了排除是伤害破盾的因素，我用的是优拉的元素战技。因为冰盾是免疫冰伤的，冰伤是无法破除冰盾的，所以这里盾条减少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剑的攻击，说明大剑破冰盾也是可行的。不过我的理解是因为发生了碎冰反应，而不是因为大剑的削弱能力。为了佐证这个猜想，之后我利用了重云附魔后的钟离普攻去击打冰盾，可以发现是无法破盾的，盾条并没有减少，而枪类攻击是具有削弱能力的，是可以挖矿的，说明大剑破冰并不是因为削弱，而是因为造成了碎冰反应，而恰好枪击又是无法碎冰的，所以证明我的猜想是正确的。大剑破冰盾并不是因为削弱，而是因为碎冰反应。同理，像是扩散、超导这些反应破冰盾的效率也是不低的，因为它们都能够碎冰，还有像是钟离的柱子、公子元素战技开启的瞬间等等，也都可以碎冰，所以破冰盾效率也都还可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冰盾牌在寒冷环境下是会自我修复的，这在冰盾中算是比较特殊的，需要注意一下。还有冰银的护盾也比较特殊，它的冰盾也是会自我修复的，所以打这类护盾时破盾一定要快。不过除了火伤破盾之外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召唤出来的冰蝶全部打死，这样冰银身上的护盾也同样是会消失的。总结，冰盾还是非常容易破除的，除了水属性伤害之外，其他元素破盾效率都不算很低，基本都能造成碎冰反应。火属性攻击最佳，扩散、超导、大剑等其次，和冰盾正好相反，水盾应该是全元素中最难破的一种盾。我们来看看和水相关的反应有什么：蒸发、感电、冻结、水扩散和水结晶。其中火是落水的，风炎被其他元素克制，所以这3种元素的相关反应的破盾效率均不高。那么只剩下感电和冻结，水雷和水冰之间并不存在克制关系，理论上感电和冻结的破盾效率应该是一样的，但实际上在转化系数方面，冻结反应相比感电反应还是略胜一筹。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水雷共存的特殊性导致的感电破盾效率不高，水盾是可以被冰元素冻结的，打起来也会更安逸，所以破水盾冻结反应是最佳的，感电其次，至于其他反应都很一般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被冻结的水盾是可以碎冰的，所以实际上一边冻结一边碎冰才是最高效的破水盾方式。伤害当然也能破水盾，但依旧不推荐。水盾也无法利用削刃来进行破盾，除了炎盾以外，其他元素的护盾都无法利用削刃破盾，这点在后面的盾我就不再赘述了。然后是雷盾，雷盾其实也是比较容易破盾的，虽然雷并没有克制元素，但不论是超导还是超载，破盾转化系数其实都不算低。总的来说，冰破雷也就是超导还是更快的，超载其次，感电破雷盾效率不如以上2种。最后是火盾，水是克火的，所以火盾的最佳破盾方式肯定是利用蒸发反应，这点毫无疑问。至于冰元素则是被克制的一方，所以破火盾效率是很一般的。雷元素和火元素处于平等关系，所以超载的转化系数还可以。总的来说，火盾还是用水灭得快，其次是雷，然后是其他元素。以上就是一般元素护盾的破除方法，除了愚人众以外，绝大多数的元素盾都是遵循以上规则的。比较特殊的像是有球球王，其护盾是会自我衰减的，即使我们不去攻击，盾条也会在一定时间内衰减至0。还有雷影的护盾也会自我衰减，并且在此期间是霸体的，伤害很高。你可以选择破塔盾，提前结束雷影的这种状态。破盾方法还是和上面说的一样，但如果你的队伍里没有护盾角色的话，个人还是建议优先避战。至于其他特殊的护盾，像是无相系列的盾，这些破盾规则都是一样的。分魔龙的盾更像是一条额外生命值，也比较好破。
我就不一一讲解了。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私信问我。接下来说说鱼人众的护盾。鱼人众的护盾并不是无敌盾，而是减伤盾，其效果主要是减少受到的元素伤害，也就是大幅提高元素抗性。所以在不破盾的情况下，我们打他们就像是刮痧，很痛苦。不仅如此，鱼人众的护盾是只有唯一解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像是水胖就只能用雷元素来破盾，其他元素破盾效率是极其低下的，这点和一般破盾规则是不一样的，需要注意。而水胖的盾在鱼人众里也是最难破的，即使用雷破，感觉效率也没有特别快，这可能和感电反应的特性有关。同时水胖又是个奶妈，实战中一定要先切掉它。雷锤只能用冰元素来破，其他元素一律不行，效率非常低。火枪和冰胖则是利用水元素和火元素破盾即可，言语人众则利用大剑来破除，有钟离的话更好。分权其实也有护盾，他在保护自家队友的时候会在身前创造一个屏障，不过这个屏障还是很容易打破的，我们只要放一次技能就好，或者说我们可以直接无视绕后打他们就好。当然实际上我们也完全可以不用破盾，因为鱼人众的护盾并不会大幅提高物理抗性，所以利用误伤也是可以很轻松的干掉带盾的鱼人众的。最后再补充几点吧。破盾的最佳手段是通过元素反应，记住是元素反应。元素反应的前提是元素附着，而元素附着是有 CD 的，这点我相信我说了不止一次了。所以并不是说我们通过简单的水元素攻击就能破掉火盾，而是可附着的那一下水元素攻击才能破掉火盾。希望大家不要把这点搞混了。除了敌人拥有护盾之外，角色也是拥有护盾的，但角色的护盾它其实就是一条额外的生命值，是继承当前角色的防御力、抗性、护盾强效这些属性的，不会像敌人一样可以通过反应来破盾。角色的护盾只能通过伤害来破除，并没有元素量多少的这种概念，所以有这个疑问的同学大可不必担心这一点。当然敌人的伤害是可以通过反应变得更痛的，所以最好还是注意一下角色自身的元素附着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如果觉得有帮助到你，可以点赞投币支持一下 UP 主。我是思凡，我们下期再见。